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睡觉的时候总是嘴巴发干，或者是睡得正香，结果就被渴醒，起床喝水后依然无法的缓解，导致再难入睡。60岁的王阿姨就是如此，近几个月来她总是口干口渴，喝得多，尿得也多。为了缓解口渴，王阿姨到哪儿都拿着一个杯子，但无论喝多少水都是感觉不解渴。起初以为是天气变热的原因导致的，后来跟几个朋友聊到自己的困扰，朋友提醒可能是糖尿病的表现，让她赶紧去医院做个检查。结果医院检查显示，王阿姨空腹血糖高达20毫摩尔每升，判断为糖尿病。王阿姨很是纳闷，自己不过是口干而已，怎么就与糖尿病有关啦？为什么一到晚上格外的口渴？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，在夜间睡觉时感觉嘴巴老是发干，甚至会干醒，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口干其实就是口渴导致的嘴巴干燥，每个人的耐受程度不同，出现口干的频率也不同。我们的唾液主要是由自主神经系统控制，属于无意识的过程。发表在《自然》上的一项研究发现，睡前口渴可能与大脑生物钟对神经刺激有关。如果睡前2个小时限制饮水，就会导致在睡眠过程身体产生脱水的症状。大脑为了稳定身体的状态，生物钟就会对渴觉神经产生刺激，造成睡前口渴现象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机能会逐渐的退化，人的唾液腺也会发生萎缩，继而让唾液的分泌量减少，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更容易口渴的原因。除了年龄增长以外，一些其他的生理性的原因也可能会导致口干出现。环境过于干燥，室内空气湿度不够时，会让身上的水分蒸发速度加快，继而也会引起口干症状出现，尤其是在开空调开暖气的屋子里会更加的干燥。盐分摄入过多，大量摄入盐分会导致体内的血钠的浓度上升，血浆渗透压也会随之上升，继而会让下丘脑受到刺激，让人产生口渴的感觉。水分摄入过少，当天饮水量没有达到身体所需时，也容易在夜间时出现口干的表现，特别是有一些剧烈的运动、体力劳动的人群，在夜间尤其容易出现口干症状。睡眠时张嘴呼吸，有的人睡眠时张嘴呼吸会导致水分流失的途径增加，流失速度加快，而且由于是嘴巴张开，更容易的造成嘴干的现象。以上几种情况，只要及时的补充水分，口渴症状就会有所缓解。不过建议补水时要少量多次，不要一次性的大量饮水。同时饮水后一段时间内口渴的症状无法缓解，就要尽快的就医检查了。口干喝水难缓解，警惕或是6种疾病的信号。绝大多数口渴的情况只要在喝水后就会减轻，但是有时候疾病引起的口渴，即便是喝水也无济于事，或者只能解决一时，那就要警惕是6种疾病发出的信号。干燥综合症，该病是一种自然免疫性的疾病，最为典型的症状就是口眼干燥，日常会出现无缘由的干燥感，喝水也无法缓解。该病的诱因尚不明确，可能与自身抗原、外来抗原以及性激素等的因素相关，长期发展可能会累及身体的其他系统。此外，临床调查发现，2/3的干燥综合症的患者还会出现肾功能受损、肺间质病变、淋巴系统功能紊乱等的情况，面临全身损伤的风险。糖尿病，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过高，肾脏为了解决多余的葡萄糖，就要增加负担，不停地工作，产生尿液，同时会导致肾小管障碍。尿液中的葡萄糖增加会引起高渗状态，
因此会出现多尿、多饮、口渴、嘴干等的症状，还可能会伴随着情绪烦躁不安、体重减轻的情况。3. 肝胆疾病。肝脏是人体内代谢器官和解毒器官，当肝脏出现病变，肝脏无法协助胆囊，也会导致胆囊功能受损。当胆汁反流时进入食道、喉咙，就会引起口干、口苦等的症状。肝胆疾病病患者还可能会出现黄疸、肝胀、蜘蛛痣等的症状。4. 甲状腺疾病。当人体出现甲状腺功能亢进时，就会导致甲状旁腺、脖子两侧处于过度兴奋状态。此时人体内的血钙水平会升高，血磷水平降低，就有可能会引起口渴、多尿等精神神经症状。患者还可能会出现脖子粗大、心跳加速、烦躁易怒、手抖多汗、疲惫无力、全身酸痛等的症状。此外，少数的患者还可能有骨质疏松、骨关节疼痛、肾绞痛等的风险。5. 消化呼吸系统疾病。当消化系统发生口腔炎症、结石，如腮腺炎、下颌下腺炎症、口腔腺体结石、呼吸系统发生感冒、发烧、流鼻涕等的疾病时，人体也会因唾液分泌不足、炎症、高热、水分流失而出现缺水、脱水的症状。此外，慢性支气管炎、慢性阻塞性的肺病等可能会引起呼吸受阻不畅的疾病，也可能会导致患者张口呼吸，从而造成嘴干。6. 尿崩症。尿崩症是指人体缺少抗利尿激素，或者是肾脏对抗利尿激素不敏感而引起的肾小管功能障碍，给了身体中缺水的错觉，发出了口渴信号。尿崩症患者口干的同时夜尿增多，一天的排尿总量可达到4到10升以上。3. 如何预防嘴巴发干？早知道早受益。日常频繁的出现口干症状很影响生活，该如何的去缓解这个情况呢？教你几个方法。首先，如若是生理性原因所致的，日常要注意多喝水，保持环境湿润以及减少盐分的摄入。睡觉时调整睡姿，也可以在室内放置加湿器等，避免环境过于干燥。其次，如若是因为疾病因素所导致，则要去医院进行诊断，明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，及时的控制原发病。如罹患的是糖尿病，则需要先将血糖降下来，在血糖值下降后，口渴的症状也能够得到缓解。同时也要注意饮食上以清淡为主，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。如若罹患的是干燥综合症的话，要及时的去风湿免疫科进行治疗，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。如果皮肤干燥，需滋润呵护皮肤；如果眼睛干涩不适，也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人工泪液滋润眼睛。生活中想要预防嘴巴发干，要注意保证口腔的清洁，每天早晚都要刷牙，少喝酸性甜味的饮料，及时的戒烟限酒，降低对口腔的伤害。在秋冬季节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，预防身体缺水，也可以适当的多吃萝卜、莲藕、梨等润燥的食物。最后要保持心态乐观，远离不良情绪，避免着急上火。总而言之，嘴巴发干可能是缺水或者是日常一些习惯引起的，但也可能是疾病的信号。如果长期的出现口干舌燥、喝水也无法缓解的症状时，就要提高警惕，及时就医。秋冬季节本身就容易身体干燥，在这个季节里，我们更要预防身体缺水，大家要多多补水，别等口渴了再来喝水。注意水温适宜，小口慢喝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